Hello， 大家好，我是 Xform 的刘冠佑。我隔离的时候呢，就是拍视频，然后追剧，然后有时候会自己搞妆造，也会自己搞一些唱歌跳舞的。然后有一个有趣的就是，我刚进去那个酒店的时候啊，我就开始在找有没有大镜子，因为要练舞用嘛。然后后来就想说完了都没有那种大镜子，结果后来有一次晚上，我就在那个算什么落地窗，我就在落地窗打开之后，发现那个玻璃变成一个很大的镜子，然后从那一天开始，我就会对着那个落地窗跳舞。这个是我在隔离时候做的。我拍 vlog 之前其实是会自己先想我要输出什么，然后在拍的时候也会想到说要怎么剪啊，怎么拍。所以其实像这次 News Time 3，就是隔离日记3，我也会想从开头、特效、字幕什么的，都大概在拍之前就已经想好了。其实我觉得我舞台上本来是比较不一样，也比较多变的。我觉得在舞台上的我，然后如果说私底下吧，我觉得分2种吧。就是不太认识我的人呢，他可能会觉得说，冠佑就是一个还挺温和一点，然后就是快快乐乐的、开朗活泼这种软萌的小弟弟，可能是这一种。认识我的人呢，就会觉得说，刘冠佑真欠打。所以就是简单来总结的话，就是我觉得我是一个容易被爱又容易被打的人吧。最近 News Party， 其实就是 News Party， 我这一阵子也在思考怎么样去改进修改，因为其实我觉得已经遇到了一个稍微要去思考怎么变化，比如说从舞蹈的形式，或者是说场地的变化等等的，我一直在思考。而且我觉得 News Party 本身它的本质就是我觉得是我跟粉丝们一起狂欢的一个 party， 就是这种系列，所以我才会觉得说如何去思考能够比之前的 News Party 更好。名副其实但是就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85的速度就真的是很快，完了就要被说凡尔赛，就是真的这么快。但是其实85机器这个词吧，我觉得机器是机器，但是毕竟我还是人嘛，所以其实我会觉得说，我会在很多时候会把，就是在不管是跳舞的时候，就是85的时候，我会加入或者是改编成我自己的东西。所以有很多如果有经常在看我视频的人，我觉得也能感觉得到，就是说不单单只是简单的 cover， 其实在 cover 里面也会加入我自己的元素。我觉得机器是没有个人特色的，但是人是有特色的，所以这就是我觉得每一次在拍摄之前，每一次在 cover 之前，我也会去思考要怎么样改成自己的东西。我觉得10几岁、19岁吧，都算是还是可以闹、可以玩，然后可以调皮的时候吧。但是20岁开始，我觉得就意味着更大的责任跟更明确的目标，也觉得就即将成为一个男人了的那种感觉。然后也会觉得说，其实我像是刚进入20岁这个新人的话，就是以我即将要进入20岁这个新人来说，我也会觉得说，慢慢的开始是会沉淀下来、沉稳下来。但是我觉得不管是20岁、30岁，还是说40岁，我希望我自己的心里都一直保持着，一直住着那个就是单纯快乐的小男孩，对，然后就是可以对世界的一切都一直充满着好奇心，然后也保持着那一种新鲜感，发光发亮，然后事业有成，然后就是工作忙得要死还有一个重点就是成为自己最想成为的样子吧。非常符合，超符合，太符合，典型符合就是那种典型的金牛座，就是钻牛角尖，我就会，然后也会比较轴，然后又闷骚但是
也是有金牛座，就是我觉得也是一步一步，就是会慢慢的这样走嘛，就很勤奋的。其实我觉得也是，我会想做舞蹈类型的综艺，因为我记得之前我们也参与过很多舞台嘛，然后在舞台结束之后，我记得有一次导演就拉着我们几个人到旁边聊天，然后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你们要好好珍惜现在每一个舞台，因为当这一些舞台结束了，然后你们出去了，未必外面会有比这里更好的舞台。然后那一句话吧说完，其实到现在我一直每一次只要想到舞台2个字，我都会想到那一段话。所以我自己想做舞台类型的综艺，也是希望说之后是可以拥有一个很大很大，然后又很漂亮的舞台。我就是唇角智商税的人，就是有时候会看那种网上不是会推广吗？会推广一些吃的。我记得有一次推广了什么糕饼，然后就说什么又 Q 又软，又 Q 又软，结果我就买了。然后还有一次就是我们一般不是快递的信息，有那种个人信息，我们不是会撕掉，就是可以用手撕掉，或者是用笔涂一涂。结果就会在网上看到有那一种说什么神器，然后我就买了。粉丝多评论就引起我的注意。我其实平时会比较喜欢穿大件一点的衣服，或者是 oversize， 然后也比较偏休闲啊、青春那一种类型的衣服。然后舞台上的话呢，我是比较喜欢穿像我们我音乐节穿的那一种，就是比较偏英伦风的衣服。所以后来其实也会跟公司说，以后尽量帮我找这一款的衣服。更多精彩，欢迎关注 Light 杂志。